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anda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扑克领域参加一场5万3的限时锦标赛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手牌起始筹码5100，起始筹码400万，UTG raise 3万，low 券跟注。我在 high 券看到了 AQ 同花3倍到12万5，结果 UTG 跟 low 券都选择跟注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40K 两张方块，那这个翻牌非常的好，非常击中 racer 的范围，所以我在39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小注12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UTG 跟 low 券都弃牌了。这手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我常在一些中级别看到玩家跟注 AQ 同花，或许在6600、11000这个级别 Flag Call S Queen 长期下来或许可以盈利，但在上去高一点的级别，可能就会是个负 EV 的行动了。因为级别高一点的玩家看到有人 Open， 然后扣好几家，很容易做一个挤压。AQ 在前位被挤压以后，会陷入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可以的话，开始尝试练习一些挤压的底池吧。第二手牌加3 raise 到3万，high 券跟注3万。我在 cut off 看到7、8同花，也选择跟注。行动来到 button， 他这边3倍到18万。那在他3倍以后呢，加3跟 high 券都弃牌了。那他们都弃牌了以后呢，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做一个跟注，因为加3跟 high 券贡献了6万的死钱在里面，所以最后我选择跟注18万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3J8，三张都红心。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在4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。那我们现在集中一个中对，然后 button 在天花面下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注。我觉得这边跟注，如果最后开成4+1花，我们有机会做一些操作。如果对手示弱的话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红心4，那现在已经变4+1花了。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想了一段时间，也选择过牌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红心9，那我们翻牌的跟注不是单纯去抽2对或3条，也要挑一些时候 bluff 去抢下底池。那转牌开成4+1花 ，button 这边没有下注。如果他现在手牌是超对，例如说 QQKK， 然后没有红心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这边下一个重注有机会可以偷到底池。那我们翻牌的跟注其实也可以有红心 A 或红心 K， 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最后在8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50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 ，button 用了一张摊 ban， 最后选择 raise 到120万。那他这个 raise 只能代表有红心 A 了。我想面对我合牌的重注，红心 K 应该也不能加注。我这边其实有在想要不要加注点回去，但最后我用了2张摊 ban 以后呢，还是觉得对领域的玩家并不是很了解。那这边再点回去，风险有点太大了，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放弃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 AK 同花 raise 到3万，小盲跟注3万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6A4 rainbow， 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2万5，小盲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红心5，小盲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觉得这张红心5还蛮击中小盲跟注的范围，那我们有位置，所以这边转牌我也选择过牌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 Q， 小盲在1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5万，那看到小盲这个不到半池的注，我就觉得我们的 AK 是大了。那既然我觉得他没有2对以上的牌力，所以我这边必须要加注拿价值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 raise 到20万。那在我加注了以后呢，小盲这边想了一段时间，最后选择弃牌了。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我在 UTG 看到了 A5 同花 raise 到3万，结果后面的 button 小盲大盲都选择跟注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QAK 2张红心。那我们这边虽然其中一个顶对，但后面还有3位玩家，我们的 kick 又不是很大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后面的玩家也都过牌了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8。那在翻牌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后面的玩家也都过牌，所以我觉得后面的玩家不会有很大的牌。然后这张转牌的梅花8又让后门花到了，所以现在有前后门花的听牌。那我觉得我这边必须要下注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1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8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只有小盲选择跟注，其他玩家弃牌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方块5。那这张牌非常的好，我们击中了一个2对，然后同时前后门花都没有到。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最后在28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小盲想了一段时间，最后选择跟注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我们是大了，收下了这个底池。
下一手牌 Logic Race 3万 ，Cut Off 跟注3万，我在8腾看到了 AJ 同花3倍到12.5万，结果 Open 的 Logic 弃牌了，Cut Off 这边还是选择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576 Rainbow， 那这个翻牌对 Cut Off 超级好，它这边有所有的556677，甚至89它都会有，我这边也只有少量的89会拿来3倍，所以这个面明显对我的范围非常的不好。那在 Cut Off 过牌以后呢，我这边也选择过牌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7，那这张牌对我们的手牌就还蛮好的。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后门花 ，Cut Off 这边还是选择过牌，那我就觉得这边我们可以尝试来偷偷看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29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，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，Cut Off 想了一下就选择跟注，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黑桃 K， 那虽然我们的后门花并没有开出来，不过这张 K 也蛮击中我们的范围的。Cut Off 过牌了以后呢，我决定要再偷一枪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69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0万，结果没想到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，Cut Off 这边竟然 check raise 到80万，那我就觉得他一定击中非常大的牌了。他这边最差也有7，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A high， 什么事都不能做，所以最后我选择弃牌了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我在 UTG 看到了 AQO raise 到3万，结果我下家的 Logic 贴身3倍到9万，那这场比赛他已经3倍我好几次了，所以我这边选择4倍回去到30万。在我4倍了以后呢 ，Logic 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K18 两张红心，那这个翻牌对于我们的手牌还可以，我们现在有一个 God Shot。然后对于我们整体的范围也都还蛮好的，所以我在61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16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，Logic 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5。那因为我们有带前门花的红心 A， 所以我这边决定要继续给压力了。然后在大部分的合牌都推出 all in。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9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60万。Logic 这边想了一段时间，还是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K， 那合牌这张 K 就非常不适合 bluff 了。原本计划是合牌开红心，我会 all in bluff， 然后大部分 blank 的合牌我也会 all in， 但这张 K 是少数我不会继续下去的牌，因为对手从番前的行动线到现在，他有很大的几率有一张 K， 就算没有 K， 他这边的大手里队像是 QQ 也会因为这张叠牌的 K 很有可能就不会盖给我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以后，我最后在这边选择过牌放弃了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对手想了一下，选择 all in， 那我们的 A high 当然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，只能选择弃牌了。下一手牌 UTG raise 到4.5万 ，Logic Hijack 选择跟注。我在 Cut Off 看到 K10 同花 squeeze 到22万，在我加注了以后呢，前面的玩家都弃牌了。那这手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这边是一个长期可以赢很多筹码的地方。你只要发现第一家 Open 的玩家他开的比较宽，例如说之前有看到他在前面 Open K6 同花，然后最后有修档被你看到，那就赶快给他一个 Open 过宽的标签吧。当下一次他在 Open 的时候，中间又跟了好几家，这时候就可以拿很多牌去做挤压，这边长期来说会是一个非常正 EV 的 play。下一手牌加2 raise 到4万 ，Logic 跟注。我在 Hijack 看到了19同花 ，squeeze 到12.5万，结果加2跟 Logic 都选择跟注12.5万，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6Q8两张方块。那这个翻牌非常的好，我们有一个超强的听牌，一路过牌到我在39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12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两位玩家都弃牌了。那这手牌其实也没有很特别，跟上一手差不多。你只要看到中间有人一直在跟注，可以挑一些时机跟手牌来做一个挤压，效果通常都还不错。也想再说一下，番前尽量少跟注，除非你很确定后面的对手都比较被动。下一手牌我在加1看到了 JJ raise 到5万，加3跟小盲选择跟注，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48两张黑桃，那我这边在16万的底池下了一个7万，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加3很快就跟注了，然后小盲弃牌，那这边在前几集有发生过差不多的意思，在我下注了以后，加3马上就跟注了，这种行为牌通常不会很大，因为如果你中到一个2对以上的牌力，这边一般都会想一下要不要加注或者是加注多少，那这种
我马上跟注，一般就是买花，或者是有一个顶对。那当我们有超对的时候呢，对手这种行为就不会有2对以上的牌力了，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连开3枪。那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一张方块4，那我觉得这边对手不是在买花，就是有一张10，所以我这边可以下重一点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30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2万，在我下注了以后，加3想了一段时间，选择弃牌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UTG raise 到6万 ，Hijack 跟注6万。我在 Cut Off 看到 AJO squeeze 到24万，结果 UTG 选择跟注 ，Hijack 弃牌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J72 Rainbow。那以一个 3 way pot 来讲，我们这边其中一个 TBTK 还蛮好的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56万的底池下了一个小注13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，UTG 这边竟然 check raise 到33万。那面对它这个很小的 check raise， 我想除了跟注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，这边加注回去有点 overplay 了，然后面对它这么小的一个加注，我们这边也不可能弃牌在一个 3 way pot 里面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黑桃10 ，UTG 这边过牌了。那说实在，它到现在的行动线我真的看不太懂。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有2个选项，第一个就是这边下一个很小的注，然后合牌去修档。那第二个这边过牌，然后让对手在合牌继续表演下去。我觉得2个都可以。那我这次选择过牌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黑桃8，那现在1张9就成为顺子了。我想 UTG 这边应该不能再动作了，结果没想到 UTG 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在120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半池左右的60万。那他从翻牌到现在的行动线，我真的看没有很懂。那基于一个学习的心态，我这边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一个 QQ， 非常令我意外的一手牌。那对手打得非常好，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下手牌加1 limp 15000，加2 raise 到5万5，结果后面的加3 low jet cut off 小盲都选择跟注，行动来到大盲的我在这边看到了 KK squeeze 到40万，在我加注了以后呢，加1加2加3都选择弃牌，行动来到 low jet。他这边 all in 他后手的100万，然后 cut off 跟小盲弃牌了，那我这边当然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，low jet 秀了一个 K10 同花，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跑马吧。一次2次，我一次就好了，一次就好。开跑了啦！好什么？够了，有出就赢了。10Q 就赢。下一手牌我在 low jet 看到了 AA raise 到5万，结果后面的 cut off button 大盲都选择跟注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AJ9 2张方块，那当我们拿到 AA 还击中 set。这大概是我少数在这个面上不会去做 C 倍的一个手牌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一路过牌到 button， 他在21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4万，然后大盲弃牌了，行动回到我。那 button 这位玩家，我跟他交手过好几次，他也算是 bluff 很多的玩家，尤其他翻牌又打那么重，我想我们就把舞台留给对方吧。所以我这边只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，cut off 弃牌，我们两家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方块2，那这张牌非常的有趣，我们现在变成 set 代买花，打得很像在玩奥马哈一样。那我们当然这边还是选择过牌，让对手发挥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button 在49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4万，那我这边还是选择跟注，不要破坏对手的舞台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5，这是一张 blank。button 这边没有停枪，他在97万的底池下了一个重注60万。那我觉得 button 这边牌要不就是超级大，例如说同花，要不然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这边有在思考要不要加注拿价值，但想了一下 button 这边还是会有很多的同花连张，然后击中了一个同花。那在一个同花面，我也不知道这边 raise 回去，他的2对或 set 会不会选择跟注。由于对手这边还是会有很多的同花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就不加注回去了，只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，button 就直接 mark 了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总结一下成绩，我们今天到扑克领域参加一场53000的限时锦标赛，结算奖金47500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这里是 Panda Poker， 我们下次见。